为什么利玛窦在面对暴徒拆房屋时，不仅不敢反抗，反而要低声下气地送上竹竿，请求对方收下？这种以德报怨的姿态，究竟是传教士的虔诚，还是他在瞬间洞穿了这片土地上法不责众的流氓逻辑？当广州的父老乡亲们将素未谋面的外国人构陷为心腹大患时，这到底是一种淳朴的警惕，还是中国式底层互害与疑心病的文化遗传？欢迎来到解读中国文化的频道，我们共同查杀掉自己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让大脑升级，做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一起文化出埃及。第11章，罗明坚神父留在澳门，孟三德神父回到肇庆，另一场事件爆发了。按照官吏晋升的习惯，领西道在此之前就应当提升更高的官阶了，但却得不到朝廷提拔他的消息，他变得多疑而抑郁，担心他和外国人的友谊使他遭到了冷遇。最后突然之间，上天解除了他的怀疑以及其他人的担心和教团迫在眉睫的危险。他得到通知说，他已被选拔出任湖广省的要职，主管布政司。于是他恢复了愉快的心情。我们已经说过，肇庆地方在塔院内为他盖了一座生祠，也就是庙宇，像是对待一位多年来有功于国的圣人。这座庙里的祭坛上有一尊他的塑像，前面是一口燃香的大缸，置于两个精致的烛台中间。为了欢送他，市民们在庙里集会，庆祝他荣膺新职，举行了不寻常的仪式。欧洲人虽没有见过，但在中国人中间却是很普通的。在他的告别会上，一名官吏脱掉他所穿的靴子，换上一双新的，然后把旧靴子放入一只装饰豪华的盒子里封起来，保存在公共的地方，作为当地百姓永久怀念恩主的纪念品。这种一般的风俗是民间的礼节，谈不上迷信，习惯上用这种办法来证明一个有功于人民的人的品德。广西省的新总督也出席了这次招待会，于是神父们便去参见他，但怀着很大的顾虑。然而他正式接待了他们，礼仪超过他们的预料。他在前一次相会时就认识了罗明坚神父，并说他知道他。总督不会担任多久这个职位了，他年龄已经太大，日渐衰老，几个月以后便去世了。接替离任领西道职务的人，神父们是很熟悉的，他是从附近一个地区来担任这个职位的。而以前当他前来正式拜见总督时，他总会友好地到教堂来访问。这时一切都平静无事，事情是那样顺利，以致我们指望着有一段松心的时期。罗明坚神父因事到澳门去，主要是为了安排监督孟三德神父返回。在澳门，他们认为罗明坚神父最好是留在那里，等待耶稣会驻整个远东的视察员范里安神父回来。他正和日本使节在从欧洲返回日本的途中。同时利玛窦神父获准让孟三德神父回到肇庆。他回来了，在这安静的时刻，给了他苦恼的教友们一些安慰，也为教团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议。新的风暴正在酝酿，迫害之风从四面刮来。那两个在倒霉的马丁死时损失了钱财的信徒迁怒于教团，千方百计地从事制造麻烦，尽管神父们一点都不知道关于他们和死者的交易。他们开始在街道上散发传单，暗示孟三德神父违反了官方通告，回到肇庆。他们威胁说，如果他不在期限之内离去，所有的声援就要聚会向官府上告。传单上还夹杂有其他攻击，使人很难明确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应采取什么办法。但这仅仅是麻烦的开端，下一个事件动摇了教堂的基础。肇庆镇坐落在一条流经广西省的著名河流的岸旁，从省城到海有2-3天航程。在上一年，这条河曾经泛滥，洪水给城镇造成了极大灾害，防洪堤坝不是破裂就是被淹没。我们的屋舍尽管建在泛滥区，却依然屹立，虽则堤坝已经让洪水淹入所有较低的地方。当洪水减退，河流归入河床时，大批人就被召集来重修堤坝。这年洪水比去年更厉害，它确实是那样厉害，以致一刻之间就把新堤坝冲毁。为了遏制洪流并得到保堤的物资，
市政府允许人任意砍伐任何不结果实的树木，利用这种许可，成群的流民进入附近的园林，见物便毁，谁也制止不住他们的胡作非为，因为他们有官方的批准。一群暴徒冲进我们的院子，他们对面遇到一名埃塞俄比亚守卫，他是一个非洲黑人，从欧洲旅行经过好望角之后，就会碰到这样的黑人。葡萄牙人把他们叫做卡菲尔人，他们天生体大肥硕，无所畏惧。他一个人就独自驱散了一群暴徒。我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容易受惊吓的人，他们一见黑人就感到害怕，好像他是个恶魔或黑鬼。起初那群人逃跑了，后来他们觉得自己胆小，就再集合起来，从老远向房子扔石头。我们可以很轻易地用武力把他们赶走，因为我们的仆人差不多都是印度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一样黑。房子高而坚固，足以作为很好的抵抗堡垒，但我们必须小心翼翼，不给他们提供诽谤的口实。而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还是克制。开头他们畏畏缩缩地投掷石头，但当他们发现没有反抗，神父们非常耐心地在忍受时，狂热的群众就聚集为一大帮人，冲进屋里施展暴力。几分钟之内，他们便捣毁了门窗、家具乃至屋顶。最后当过道已经洗劫的差不多时，他们拆毁了院子和街道之间的墙壁。孟三德神父和他的翻译员从旁门出去报告警方，利玛窦神父向他们抗议，请求他们把想要的东西都拿走，但不要把一切都捣毁。然而当他出面跟他们交谈时，他遭到一阵石头的袭击，真有生命的危险。他急中生智，捡起一捆园篱剩下来的竹竿，扛在肩上，挤进稠密的人群当中，低声下气请求他们收下这捆竹竿，去修复冲破的堤防。如果他们高兴，还可以再给，但不要再狂暴地破坏房屋。可怜的不信教者被他的姿态所感动，他们停止扔石头并走开了。除散在院落里的一些木头而外，再没有拿走什么东西。当他们离开时，他们发出欢呼的狂叫，敲锣打鼓庆祝胜利，为这次进攻胜利相互道贺。夜幕降临时，他们才四散回家。在这里加一句，这群中国人真的太像历朝历代的流氓无产者了。这帮人化身为太平天国，化身为义和团，化身为所谓的革命者，化身为红卫兵，化身为小粉红等等。好，继续回到这本书。傍晚，聚会的官吏们中有一个被派来救援，并且由于对房屋被毁境况的深表同情，他招来几名士兵，命令他们在门口守夜，因为怕暴徒或其他强人可能闯入破屋，把剩下的东西抢走，乃至于做出更坏的事。第二天，这个很可能是接受了贿赂的官员，随心所欲地向他的上级报告了情况。利玛窦神父听说了那份歪曲的报告，便直接去见长官，向他申诉受伤害时的侮辱。然后他请求不要再追究整个这件事，因为那是一个说不清的，而且总是难以惩处的群众暴行问题。他解释说，任何可能施加的处分都只会给外国人增添麻烦。如果长官再出一道告示，禁止以后有人欺凌他们，那就足够了。这看来是个很好的建议，可说是既稳妥而又克制。于是长官出了一道告示，他结束这起事件。孟三德神父发现他待在那里没有什么好处，便返回澳门，把整个事情向总视察员报告，以便征求他的意见。第12章，罗明坚神父去罗马安排教皇的使节，麦安东神父去肇庆。广东发生了新的困难。当总视察员从目击者那里得知我们神父在教团所遭遇的骚扰情形时，他就以全部注意力去寻找使他们在中国能赢得更高声望的某种新方法。为了传教士继续工作下去，他认为这一点是很有必要的。如果没有声望，他看不出还有什么希望能取得更多的进展。如果他们的居留得到了皇帝认可，这件工作就会打下良好的基础。如果得不到，那看来就既没有把握，也不能持久。对进行这件事的各种方法，经过长期考虑之后，最可行的方法看来是由一位神父安排一个教皇使节去见中国皇帝。用这种派遣使节的方法，有教皇的信件为凭，带着礼物，他们或许能够取得在中国永久居留的权利。
罗明坚神父是教团的先驱，他从一开始就看到它发展，因此他被选来从事这项拟议中的工作。奉耶稣会总视察员之命，利玛窦神父在一位中国学者的协助下，撰写了教皇致中国皇帝的信函，还有致广东总督的信，以及教皇赐给他的使臣的证书。这些信件都是用中文写成的，将从欧洲发出，用大字雅致的书写，中国人肯定会非常高兴地接受他们的。视察员自己写了几封信，致教皇的，致天主教国王的，致耶稣会会长的，还有致他认为可能促进事业发展的其他人的。他还送去一些中国珍品赠给他们，或者是准备陈列出来公开展览。样品中的一件是描绘整个中国的图画，镶嵌在特殊的东方框架中，这些框架是工艺极其精细的优美屏风，可以一一折叠，打开之后非常美观，不用支柱就能站立，有时可以摆满整间屋子。当地土话叫做微屏。他们说教皇和天主教国王非常喜欢所收到的这些屏画。中国皇帝的皇冠和服饰，以及标志官员品级的喜寿，都是送往欧洲的一些礼物。赴罗马途中，罗明坚神父的船只在特塞拉岛的港口失事，他尽力救出他的行李，在里斯本下船，带着剩余的东西直接去马德里去拜见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国王隆重地接待他，超过了通常对王室的接待。国王毅然使用他的权力和教皇一道，促进这次使节的派遣，同意亲自对中国的事业给予及时的援助。在罗马，由于2-3位教皇的相继去世，整个事情被大大地推迟了。结果是罗明坚神父操劳过度，心力交瘁，退隐到那不勒斯国的萨勒诺，在那里度过他的余年。同时，利玛窦神父单独住在教堂里，在那里接待了异常之多的各个阶层的中国客人。这些来访可能是由收藏的欧洲奇珍异宝而引起的。客人们最称美的是，他为教堂和邻居所树立的那座钟，他靠一口大铃铛来报时，不仅把一天的时间告诉过客，而且告诉远处的人。他们始终弄不明白，他怎么能不用人敲击就自己发声。利用目前的平静，视察员神父把麦安东神父派到教团来，和利玛窦神父作伴。他早已被委任此职，并且决定甚至不向政府请求批准就把他派来。他刚一到达岗位，就从省城传来消息说，省检察官叫做查院的收到一份对神父们的严重控告。事情是这样的，中国人当中有一个受尊敬的阶层，之所以如此称呼，并不是由于他们年高，而是因为他们的良好生活所获得的声望。这主要在于他们本人从没有向官府告过任何人，也从不曾被任何人告过。官员每年一次要用公家的钱隆重宴请他们，他们也享有某种特权，诸如穿着样式特殊，允许他们参加公堂听审等等。授予这些特殊的原因是，他们表示要保护公义，而不是求报偿。从广州不断传来不利于外国人的谣言，据说他们修筑了肇庆塔，这使得这些受尊敬的人们感到不安。他们断定修塔的费用约为5-6千金币，是由澳门的葡萄牙人支付的，教团是由他们支持的。他们在其中所能看出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给国家制造一场大灾难。这件事肯定是逃不过官府检察官的注意的。罪状很值得重述，因为撰写得很巧妙，并按中文修辞的规矩遣词造句，以增强说服力。因此我们将尽可能逐字逐句把它翻译出来，尽管我们认为用外语的独特形式来表达，必定使它丧失一些分量和天然的美妙。以下就是宋城检察官的控告书。鉴于国法允许每个臣民向其长官申诉他认为有害公益之事，我们广州城的父老看到某些非常现象，以为应向您本地检察官报告此事，从而由于您的干预而可以采取恰当补救办法。首先，您应该以获报道，现居住在肇庆省城的某些外国人是从外国来此，以期望在中国境内定居，有严重的理由可以怀疑他们的出现有甚于表面的情况，也就是说，大难将落到国家头上。此事的证据是显而易见的，
我们迄今所揭露的事实就可以充分证明，大批境外蛮夷之邦的外国人已经在香山县的澳门港登岸，现在他们正准备遣使皇上，看来他们以此为借口，稀图进入我国，与我国人民进行土产交易，以求互利。虽然他们尚未提出这类事项的申请，迄今尚未能派遣使节，但他们仍不断居于该港，若干年来一直进入内地，与当地人民交易，而对禁止外国人进入本国的法令置若罔闻。每年市集结束后，他们就扬帆返回自己的国家。近来他们开始兴建2层楼房，宛如蜂蚁一样聚集其中。凡本省知道这一切的人，每一念即无不发戍心颤。当获悉这些擅长阴谋诡计的外国人每天都有新花样时，尤其如此。他们提供金钱建塔，就是作为进入肇庆城并且引入那些不断乘船往来的坏人的一种手段。确实，我们有严正的理由担心他们是外国奸细，图谋刺探我国的机密。再者，我们担忧我国人民对新鲜事物天生好奇，长期熟悉以后，他们会诱使一些百姓远涉重洋，犹如鱼精一样，这本身就会是一场大灾难。事实上，这将证实我们书中的格言，在沃田中播种荆麻，你就将引狼入室。澳门的险情犹如鸡在手足，及时疗治，尚可痊愈。肇庆的难题则在内部，犹如心腹大患，理应即刻重视。检察官阁下，这是我们的理由，要求您下令给肇庆的官员尽快驱除这些入侵者，把他们遣送回澳门，而您亦可随时间的流逝，在适当的时刻解除燃眉之急。若是您能这样做，您将拯救全省生灵。他们会公开承认，由于您的行动，全省都获得最大可能的福祉。父老公秉，至此结束。当时的省检察官姓蔡，因执法严厉，享有盛名而颇为自诩，因此他受到所有人的普遍敬畏。他决定认真审查整个事件，随后就命令广东省的海军大将进行调查。这个职位的正式官称是海盗，因为他负责处理该省的一切外事活动。海军大将又把他交给广东府的长官，后者把检察官盖印的文件交给肇庆府的长官，命令他开堂审讯，并把判决报告广州。这道命令有几个公证人知道，而利玛窦神父在2天前得到警告，要他应召出庭。他也从这些人那里得到父老们起草的控告书和文件的抄件。恰好当时长官不在肇庆，已经去北京参加按照习惯每3年举行一次的朝拜大典。他的代理人即长官的副手姓方，是个好心肠和性格开朗的人，和神父们是至交。他请来利玛窦神父通知他说，检察官已经得到控告他和他同伴的案件。利玛窦神父事先已知道整个情况，强烈地反对整个控告。他承认一些事，但大多予以否认，声称有关建塔费用的条款纯属诬陷，全村都会反对的，如果把他们招来的话。那个署理官员回答说，几年来的经历已经足以使他相信神父们的品德和清白。事实上，一想到这些讨厌的老人干预别人的事，涉及肇庆的利害，他就生气。那些人对此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他劝利玛窦对原告控以诽谤罪，从而洗清自己和同伴，并说他本人会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他也认真地把已知的真相和原因报告检察官。最后他送走了神父，劝他保持勇气。第2天，领西道办完了外面的事，回到城里。他对新的诉讼一无所知。利玛窦和麦安东2神父按自己处境的需要，向他表示习惯的敬意，前去拜见他。他正在坐堂，处在困境中而向他表示好意，利玛窦就把3角玻璃棱镜送给了他。他很喜欢用它来观看，并很渴望据为己有。看来他对这份礼物感到高兴。当他打听到他在欧洲不值什么钱时，尤其高兴。他怀疑这种说法，疑心他们降低他的价值，好让他乐于接受它。他向他们保证，这样的奇珍异宝在任何地方都卖得起高价，并且为了避免因接受任何礼物而可能受到控告，他说他宁愿购买它，
而不愿当作礼物来接受。然后他吩咐给2枚金币作为镜子的价钱。在当时的情况下，拒绝接受则是不礼貌的举动。中国官员就是这样，始终害怕在官府中被控以贪污罪。这次访问的结果是，他们肯定了最高级官员的恩惠，因而麦安东神父也被许可留了下来。就是在这次访问中，利玛窦乘机申诉了父老们在控告中所进行的重伤。他解释说，他和他的同伴为中华帝国的伟大所吸引，8年前远渡2万英里的海洋，从欧洲前来。他说他本人是个献身于宗教、发愿贫困终身的人，他的唯一职务是为至高无上的神明服务。他坚称，在这整个时期内，他都小心翼翼地不伤害任何人，严格遵守国家的法纪。他声明，这就是控告书中离奇说法的集中之点。如果受理案件的法官不是一个公认为执法不阿的人，不是一个正义的严格捍卫者，那就会造成很大的混乱和麻烦。他声明，在一个法纪严明的公堂上，他和他的同伴将轻易地辩明对他们所加的指控，这是预见得到的结论。然后他请求对起诉严加调查，并把结果如实上报检察官。这个请求转给了长官的代理人，他马上开堂审理。在审理过程中，他始终警惕地保护无辜的被告人。在他已经发现整个控告不符事实时，格外是这样。审理的全部过程上报给领西道，从而使判决更具权威。正如所愿，他对一切都表示同意，但超出任何人所料，他对神父们大加赞扬。在起诉文件的末尾，他附了一道命令，内容是神父们的申辩书和审讯的详情不要退还给转来原诉状的广东省长官，而要直接交给检察官。这证明是一个开恩的姿态，他一劳永逸而又巧妙地结束了这场特殊而又肯定是危险的事件。从这个案子一开始，事态的进展就一直在向范里安神父报告。他为摆脱危险临头而一直在做弥撒并进行祈祷。当他收到一切圆满结束的信函时，他感谢上帝赐给教团的洪恩，并且告诉别人他对获得的胜利是多么高兴。然后好像是要向企图把神父们赶出中国的魔鬼泄愤，他指派另一名神父参加教团，他就是石方熙神父。让我们在这里插2句，看来是这个人奉召参加中国教团的突出证据。他是最近刚和访问教团回家的日本使节一起从罗马到来的。他原来的使命是去日本，尽管他心在中国，但他不愿把他的想法向上级表示。他确实感到，如果上帝乐于这样安排，他的愿望是会得到恩许的。他对于直接来自上天的新任命感到高兴，并在孟三德神父的帮助下，马上在澳门开始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他是个品质纯洁的人，特别擅长和人打交道，但中国人只是见到了他一眼。我们后面将会看到，他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分配给他的许多工作。后续的部分是总结性反思。市民为活着的官员盖庙塑像，也就是建生祠，并在离任时上演脱靴留念的戏码。虽然文中强调这谈不上迷信，但恰恰暴露问题。官员尚未卸任已经被神圣化，公权力被人格化、道德化，凌驾于制度之上。当权力被当作圣德的延伸，谁还敢依法质疑、监督、反对？这究竟是真心的爱戴，还是底层百姓为了博取官员的权力庇护而进行的情感投资？这种将权力神格化的民俗，如何扼杀了公民意识的萌芽？这种所谓的民间的礼节，本质上是一种底层对权力的献媚与驯化。面对洪水，官方准许砍树，百姓却趁火打劫，冲进洋人院子，捣毁一切。为什么一旦获得官方认可或集体民意，中国式的底层民众会迅速从胆小怕事转变为肆无忌惮的施暴者？这种流氓无产者的破坏欲，如何在奉旨造反的心理暗示下，跨越100年延宕至今？群众行动为何总在完全压制与彻底失控之间摆荡？群体性暴力为何在文化上被默认为不可清算？法律在面对人多势众时，为何自动退位于政治便利？广州那些受尊敬的父老，
在完全不了解实情的情况下，用极其华丽的修辞撰写控告信，指控利玛窦为奸细，这种文人式造谣，反映了中国传统精英阶层是怎样的封闭心态。这种修辞并不依赖事实，而依赖集体想象。恐惧本身被视为充分理由，他们维护的是国家安全，还是对未知为名的本能恐惧？知识分子阶层同样有在构陷他人时的道德优越感与逻辑荒谬性。利玛窦为了摆脱控告，送给官员三棱镜，并接受对方象征性的金币。三棱镜既是礼物，又必须象征性购买。当制度不可信，所有关系只能通过灰色操作来维持。在一个不送礼就办不成事，不低头就活不下去的社会环境中，外来文明的高尚追求是如何被迫被本土的潜规则同化的？中国文化这种强大的腐蚀力，让再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必须学会钻营。一个无法为陌生人提供稳定规则的中国，是否注定只能依靠权宜与妥协？这两篇文章记录的不仅仅是利玛窦的传教挫折，更是一次中国国民性的显微镜观察。您觉得利玛窦那种低声下气送猪肝的克制，是真正赢得了尊重，还是仅仅喂饱了那帮暴徒的虚荣心？当一个社会把权力人格化，把秩序情绪化，把恐惧道德化，把暴力常态化，它是否必然周期性地制造义和团、革命群众、红卫兵、小粉红？可以在评论区说出你的看法。好，今天的解读中国文化暂时到这里。今天我们读了第2卷第11章，罗明坚神父留在澳门，孟三德神父回到肇庆，另一场事件爆发了。第12章，罗明坚神父去罗马安排教皇的使节，麦安东神父去肇庆，广东发生了新的困难。期待在下一次的解读中国文化中与你再相逢。